博尔赫斯在1935年的《恶棍列传》里写了8个顶级恶棍的故事，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：纽约黑帮头目、美国南方的奴隶贩子、冒名顶替贵族的英国流浪汉、日本江户时期被复仇的官员。他在8个人的真实素材里加入了部分虚构的情节，半真半假，重建了一个魔幻的现实。书里第3个出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女海盗石洋，更多人知道她的称呼是正一嫂。显然正一嫂不是英雄人物，但她在西方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中国，大多是因为她身上极其旺盛的生命力，被视作与命运抗争的代表人物。她从一个服务最底层渔民的水上妓女，到成为执掌海盗史上人数、武器都达到顶点的首领，强大是她的主要标签。但究竟有多强大？先简单了解一下她的一生。正一嫂是个弃子，父母未知，来自广东沿海边以船为家的难民群体，这是个连陆地都排斥的底层群体。她是花船上的妓女，客户是所有生活在水上的人，包括海员。她很懂得用交换从枕边获取的有价值信息来换取爬升，很快就成为水上妓院里的有名人物。26岁时跟随南海的大海盗正一，成为夫妻和搭档。5年后丈夫意外身亡，她和养子张宝仔做了夫妻，强强联手，接替正一尚未成功，扩大海盗势力，公认的兵力人数在10万以上，在19世纪初垄断了整个中国南海水域的贸易。当时的欧洲和清朝联合海上兵力也无法拿下他，直到他主动接受招安。正一嫂为自己获得了最有利的归顺条件，成为朝廷2品诰命夫人，晚年又转去澳门做赌场走私生意，毫发无损，全身而退。正一嫂从不是个得到就能安生的温顺妇女，她每一步都走得既稳又狠，藐视社会规则。完成这个传奇的回顾，先要认识一位让她声名远扬的头号人物，第一任丈夫正一。17、18世纪被称为海盗的黄金时代，海洋几乎是海盗们的天下。著名的海盗标志骷髅旗就来自这时期，他们对水域上来往贸易船只疯狂掠夺，是一个几乎零成本但收益巨大的敛财方式，所以这门生意也会吸引陆地上的人不断加入。海盗规模壮大，作战凶猛，政府也很头疼。正一出生在海盗世家，当时想推翻越南政府的叛乱组织西山政权，为了扩大势力，得到更多的资源，和活跃在华南沿海的海盗们建立了军事联盟。作为回报，正一家族的海盗团获得了大量资金和武装支持，迅速崛起。1801年，西山政权战败，失去赞助者，正一逃回国内，选择广东作为主战场，主要活动在南海从越南到香港的航线。这时的正一嫂已经26岁，大家叫她石香姑。在水上妓院这一片，她是出了名的精明和会来事。正一打劫这一片时看中了石香姑，娶了她。石香姑从此改称为正一嫂，成为丈夫在海盗事业上的得力伙伴。因为正一喜欢给自己200多只船舰挂红旗，他带领的海盗团也被称为红旗帮。为了获取更贵重的货物，他们袭击的目标已经从当地小渔船变成大型的往来商船，这些船上运着大多是金银、丝绸、香料、中国瓷器、茶叶等等。由于海盗在这片地方的频繁袭击，这片区域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作 La Jones， 也就是小偷或强盗区。一方面，陆地上的商人也愿意从正一这里购买价格吸引人的缴获商品；另一方面，海盗团时不时会给沿海的腐败官员不少好处，让非法贸易肆无忌惮地进行。海盗团并不满足于船上现有货物，有时也会劫持高级海员，索要大笔赎金。海盗对于人质的残酷行为，在一位曾被囚禁为人质的欧洲船员的回忆录里有记载。19岁的约翰特纳是泰乙号船舰上的大副，他在恶劣的条件下被正一的海盗团囚禁了5个月，直到支付赎金才释放。特意讲述他亲眼目睹了海盗对一位中国海军官员的酷刑。那位男性被处死后，双脚被钉在甲板上，直立放置，肠子被切开，心脏被挖出，泡在烈酒里再吃掉。虽然这种情况是少数，在欧洲船员身上并没有发生过，都是发生在冒犯他们的中国海员中。正一夫妇的势力不断增强，到正一死前的5、6年里，他成为该区域6个海盗联盟的首领。
这些联盟用红、黑、白、绿、蓝、黄不同颜色的彩旗区分，他们的船舰全部加起来有近1000只，人数约4万人。通过掠夺不断加强武器和船只装备。当时海盗们主要使用的大船就是被称为远洋航行之王的帆船，它可以自如变换，进入深浅水区。海盗的庞大力量使整个南海没有一艘船是安全的，过往船只为了能安全通过都要缴纳保护费。郑一在带走郑一嫂的那年也绑架了一名渔民的儿子，15岁的张宝仔。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中有一本清代出版的史料叫《近海分记》，详细记录了郑一夫妇的红旗帮，其中有对张宝仔身世的描述。他15岁随父亲打鱼时遇到在江门打劫的郑一，被郑一带走成为他的义子。张宝聪慧有口才，且年少色美，郑一避之，没过多久升为头目。这里的避字有宠幸的意思，是对爱人的那种。这里可以看出郑一和张宝仔的关系，既被收为养子，也是郑一的情人。同性恋在海盗界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尤其发生在有地位之差的船员之间，他们通过性侵的方式拉新人入伙。随着英国的皇家舰队也开始来到这片区域活动，清朝政府担心这片海域的主控权被欧洲取代，开始试图镇压中国的海盗帮。郑一在1807年死在了越南海上，这时距离他和郑一嫂的成婚仅仅6年。主流说法是台风中意外坠海身亡，也有说是被谋杀的。在他死后的一小段时间里，海盗团群无首领。郑一嫂看到了机会，在海上作为首领夫人的这些年，她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在共同经营，但她知道一个女性在海上独立掌权是有点困难的。她和小自己8岁的养子张宝仔在一起了。张宝仔一直被郑一培养，已经有一定威望和能力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强强联手，策略奏效。郑一嫂顺利接替郑一的位置，成为新的联盟首领。他分出一部分人马给张宝仔带领，剩余的由自己亲自掌管。郑一嫂为首的海盗团体中有不少女性，她们中大部分是作为家属负责后勤工作，做饭洗衣，但也有一部分精干的女兵是非常忠诚地围绕在郑一嫂身边的。郑一嫂意识里是明白，要想让一个大的团体更有组织性、更正规，就要树立权威，有一套严明的海上军队的法规。与她已故丈夫郑一的做法不同，她赏罚分明，说一不二。在服从性上，她有3项绝对的铁律：不逃兵，不偷盗，不许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，否则第一次割耳朵，第2次就是处死。在钱财上，他让每艘船抢的东西只能保留1/5，剩下的上交联盟，让全体人员平分。到郑一嫂这里，他所联盟的人数大概已超过7万，再加上活跃在台湾海峡的福建海盗首领蔡牵的配合，实力已经碾压清政府水师，甚至可以对抗欧洲的皇家海军舰队。当时俘虏中有一位英国海员，因为会操作大炮，被留下协助作战。海盗们都十分爱他，快把他当成了一个吉祥物。每次作战前，郑一嫂会在他身上洒大蒜水，以此保佑他在战争中免受任何伤害。在丈夫郑一死后的第2年，33岁的郑一嫂的联盟控制了广东省的整个海岸，盐和鸦片的贸易几乎全被他们垄断。清政府对红旗帮恨之入骨，可是在1808年和1809年的几次剿匪中都以失败告终，不仅损失几百艘船，将领们要么逃跑，要么成为俘虏。当时的总将徐廷贵羞愧不已，当场自尽。被激怒的海盗冲向沿海岸地区，上岸放火并杀死平民。海盗把砍下来的头都挂在海岸边的树上，以此来还击并警告清政府。1809年，郑一嫂干了一票大的，他抢劫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船舰上的几万两白银，直接引来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队。英国和清朝水师联合海上兵力追讨郑一嫂，他们把最优势的兵力集中在香港大屿湾，想围困郑一嫂所在的舰队。郑一嫂将计就计，拖住火力，同时秘密派张宝仔沿珠江进入了广东海岸，直接击溃了广东水师的大本营，海盗再次大获全胜。这一战很能看出郑一嫂的冷静、不动声色的狠辣作风，她永远像一只在暗处观察猎物的野兽，这也是她平常最喜欢的方式之一，悄无声息地靠近一艘毫无戒心的船。
海盗的问题显然已经失控，既然打不赢就求和，化敌为友。两广总督张百龄使用招安政策，以清政府给出的赏金、官职、赦免等舒适的退休生活作为吸引海盗归顺的条件。海盗联盟中兵力仅次于郑一嫂的黑旗帮第一个接受了招安。黑旗帮首领郭破岱是海盗中少有的知识分子，他的部下船队使用黑色旗帜，他特别爱读书，他在自己的主船上建了一个海上图书馆，在里面放满书籍。因为他和郑一同辈，作为同是6大海盗联盟的首领之一，资历比张宝仔老，却因为郑一嫂的关系要受张宝仔管理，所以一直看不惯他，在这里憋屈，不如转投政府，去做了官方水师的一把手。盟友变敌人，加上清朝政府一副摆不平海盗不罢休的态度，他们设置障碍，减少水陆贸易，让海盗没东西可抢。生意不好做，海盗的联盟势必会被一点点瓦解。况且在不久前，海盗与中葡联合海军的作战中，已经有联盟拒绝配合了。权衡之下，郑一嫂也有了就此收工的打算。1810年4月18日，35岁的郑一嫂率领红旗帮260艘帆船队伍，挂起红旗，驶入广州港，向当局释放归顺信号，要求谈判。她带了10多位女将，以有利的条件获得了赦免。海盗们交出战船、武器，张宝仔被封为先总，官至3品，成为清朝水师将领，允许他保留20艘船的兵力。由于被特赦的人按照规矩是要向朝廷下跪致谢的，从没被按上这套规矩管束的郑一嫂有自己的骄傲感，她不直接跪，而是先要求正式解除自己和张宝仔在法律上还存在的母子关系，由朝廷正式赐婚，名正言顺地举办婚礼，再在婚礼上对着请来作为见证人的朝廷官员完成了下跪感谢的举动。两边都保留了各自面子，整个特赦的程序也算走完了。婚后，郑一嫂成为了清朝的3品诰命夫人。余下的海盗船员有意愿的就加入政府水师，反过来开始协助清除仍在海上行动的海盗们。后来1841年，英国在香港正式建立殖民地后，英国的皇家海军也协助了这一行动。持续不断的多方打击下，到了19世纪50年代，这片区域的海盗才所剩无几，而且海上行驶的船只主力慢慢已经变为蒸汽船，海盗的力量大不如前。归顺10年后的张宝仔已官至2品，这时担任监察御史的林则徐对升职过快的张宝仔表示不满，认为他资格不够，来历也不够体面，让一个土匪升职2品官员并驻守重地是有风险的。不过张宝仔2年后就去世了，林则徐把这些担忧转向了郑一嫂和他们的儿子身上，他继续上奏，希望废除母子的身份，并阻止他们后代继承总兵官职的资格。但道光皇帝看到奏折之后没有理会，只回了句不必了。故事到这里有一个疑问，海盗帮横行海上这么多年，只从当时充公的数量巨大的战船武器来看，他们的财力几乎富可敌国，但清政府当时是并没让他们上交钱财的。那这么多年积累的财物去了哪儿？在上川岛民间有一首口头流传的张宝仔写的4句藏宝诗，它内容是蓝仔对峨眉109400，月挂竹竿尾，两影相交地。意思是说，在2块分别叫蓝仔和峨眉的石头之间的地方，埋藏着109400两金银珠宝。要想找到藏宝地点，就要在有月亮的夜晚，分别在2块石头处竖起2支竹竿。当月亮升到竹竿顶高时，2支竹竿的影子相交的地方就是埋藏的位置。但这2块石头分别在2座山下，需要多长的竹竿才能使它们的影子相交，并不是个简单的事。上川岛曾是张宝仔海盗时期的根据地，它的位置在今天广东省台山县西南部。这个小岛面积是157平方公里，东临着香港、澳门。藏宝诗里提到的2块石头就在上川岛沙兰新村公路旁的山上，蓝仔石和峨眉石对山相望。据说因为藏宝地数量太多，只在上川岛和附近的岛上就有10几处。张宝仔得用笔记或口诀记下位置和挖掘方式，并且他每藏一次就把经手的人杀掉，防止泄密。这些宝藏有些曾被有心的人找到过，
更多似真似假，消失在张宝仔丢失的笔记里。我们能确定的是，郑银嫂在当上诰命夫人之后，并没有安定下来过安静守法的退休生活。她和子女搬到了澳门，继续做着生意，管理着一个赌场和走私团伙，私下做鸦片、食盐的买卖。她和所有基本没法善终的海盗首领不同，是安安稳稳活到了孙子辈出生。海盗世界的残酷无情，编织的是一个充满罪与恶的黑色世界。对于郑一嫂这群来自最底层的人来说，海上打劫似乎是他们合理又名正言顺地维持生活的方式。他们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制度，完全独立于同时进行的地面王朝之外，平行存在。这个地下世界的行事准则几乎很难被社会接受，但历史正是不分善恶，才得以完整真实。